20届五中全会的最新风声，最近半年，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肉眼可见的收网阶段。从2025年10月的四中全会，到2026年1月的张又侠、刘振立双双落马，再到4月初马兴瑞被官宣下马，中共高层几乎是每隔1个月就要爆一颗大雷。就在所有人还在揣测下一颗雷会砸到谁头上的时候，一个更惊天动地的消息从墙外流出来了。20届五中全会定档2026年8月召开。更劲爆的是，墙外爆料的议程里有3个名字几乎是用红笔圈起来的重点。第一个是胡春华，这位当年被胡锦涛亲手培养，却在2022年20大被习近平踢出政治局的前团派太子，将在五中全会上有大变动。第二个是张生民，这位中央军委里目前除了习近平以外唯一还健在的副主席，将如所有外界所预料的那样正式补入政治局。第三个更吓人，那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将在这次五中全会上向坐在幕后操盘的胡锦涛做出一系列重大的退让。反西派，也就是外界俗称的胡温联盟加上红二代老人团，终于在苦熬4年之后获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这场戏的精彩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它不只是几个名字的进进出出，而是一场从2022年10月那个血腥的20大闭幕式开始就已经悄悄埋下伏笔的漫长复仇剧。各位还记得吗？2022年10月22日上午，20大闭幕式，胡锦涛坐在主席台上，试图翻开自己面前的红色文件夹，结果栗战书一把将文件夺走。习近平对着身旁的保安做了一个手势，然后2个工作人员走上前来，一个人双手插进胡锦涛的腋下，试图把他抱起。老人家明显抗拒，甚至一度试图再坐下。经过一番僵持，胡锦涛终于起身离场。临走前，他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连眼神都不敢与他对视。台上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一个个正襟危坐，面无表情，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连温家宝、汪洋这些胡的老部下都只敢直视前方。那个画面是中共建政以来最羞辱前任总书记的一次公开亮相。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现场，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盖地图像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CNN 的直播因为信号被审查而突然断开。胡锦涛被架走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所有人都以为团派彻底完了，胡锦涛彻底完了，习近平从此就是终身领袖。可是天道好轮回，4年之后，当年那个被架走的老人，现在竟然以幕后操盘手的身份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场戏不能只看表面的进退，而要看背后那个更深层的权力逻辑。为了看懂8月五中全会这出大戏，我们必须先把镜头拉回到2025年10月的那一场四中全会。当时全世界都在盯着北京，因为会前各种爆料满天飞，有说习近平要被废的，有说张又侠要接班的，有说胡春华要复出的，还有说彭丽媛要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结果四中全会开完，公报一出，外界反而看傻了眼。表面上习近平依然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党媒依然喊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细看内容，一切都不对劲。第一，四中全会的“15-5”规划建议里，悄悄地加入了很多胡锦涛时代的老口号，包括所谓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组词几乎在习近平上台后就从党媒里消失了10多年，这次竟然毫无预警地重新出现在5年规划的建议里。第二，四中全会罕见地宣布补选张生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顶替已经落马的何卫东。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外界原本普遍认为现任国防部长董军会借这次机会进入军委，结果董军连边都没摸着，这等于是狠狠地打了习近平所谓人事布局的脸。第三，也是最惊人的一点，20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次全会上出现了罕见的大塌方，多名中央委员被除名或处理，其中不少都是习家军的关键人物。这3个异常加在一起，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习近平的权力在四中全会上被实实在在地削了一层皮。那么这层皮是被谁削掉的呢？答案就藏在张生民这个人身上。各位要知道，2022年20大闭幕时，
新一届中央军委一共7个人，包括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与何卫东、军委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生民。短短3年之内，这7个人的命运有多戏剧化呢？李尚福下马，苗华下马，何卫东下马。紧接着张又侠和刘振立也在2026年1月被官宣立案审查。到了4月份，7个军委班子里除了习近平之外，就只剩下张生民一个人还站着。张生民这个人非常特别，他是火箭军上将，陕西武功人，1958年8月出生，1978年2月入伍。他长期分管中央纪委和军纪委，属于纪检系统出身。张生民2015年11月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管理部首任政委，2017年1月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首次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央纪委副书记。这条履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征，他从来没有担任过野战军主官，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属于典型的政工加纪检系统干部。正因为他不带兵，所以他在军中没有个人山头，这让他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平衡点。张生民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的骑墙派，既不属于西家军核心，也不属于反西派阵营。可是在张又侠落马之前的那2个月，外界就已经传出张生民倒向了红二代元老一边。1月下旬，墙外甚至爆出张生民本人也一度失联，但很快他就重新出现在公开场合，而且地位不降反升。2025年12月27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批准任命张生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职务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掌握的是军队在下一次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整套程序，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位子。所以当墙外爆料人蒋网正在2025年12月中旬丢出那份5中全会议程清单，把张生民的名字放在胡春华后面一起增补政治局的时候，懂门道的人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张生民必须要进政治局？因为目前中央军委剩下的人太少了，3个人是撑不起整个军委日常运作的。张生民作为硕果仅存的军委副主席，如果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那么他在党内的地位就远远低于其他政治局委员。这在中共的党指挥枪体制里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格局。所以外界几乎所有的政情分析人士都有一个共识，张生民进政治局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标题里要用一个如预料之中的字眼。他的入局几乎没有悬念，唯一悬念的只是他进去之后，军委这块地盘到底会被谁真正掌控，是名义上的主席习近平，还是幕后实际操盘的那群红二代元老。讲到红二代元老，我们就不得不谈到这场戏最核心的那个名字——胡锦涛。从2025年开始，党媒开始频繁地重提胡锦涛时代的口号。2025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发表了重磅文章，称习近平发表对“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组口号在胡锦涛执政期间，也就是2002年到2012年那10年，其报告及党媒多次提及。而2012年中共18大习近平上台后，有关提法在党媒逐渐淡出。到了2025年，突然以习近平重要指示的名义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政治信号。苏晓和陈破空、王鹤等多位独立政论家都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认为目前在中共高层真正掌舵的已经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要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讨论习近平过去10多年来到底干了哪些错误决策。海外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更是在2025年2月就已经点名，说现在中共权力被推举出的3个1942年出生的老人来过渡，这3个老人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胡德平。蔡胜坤当时原话说，习近平已没什么真正大权，军权在张又侠手里，习的军委主席只是挂个名号，习近平退位只等官宣，大概率在4中全会不会超过2026年。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习仲勋纪念馆事件。2025年5月，陕西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建造的纪念馆本来要开幕，场馆早就挂好了习仲勋的名字，结果开幕前夕突然被临时改名为关中革命纪念馆。
习仲勋3个字直接从管名中消失。这件事在党内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信号，因为习仲勋是所谓的红二代精神图腾，纪念馆的除名等同于红二代元老集体对习近平的一次公开打脸。美国前外交官史雷顿甚至在《纽约邮报》撰文指出，这就是习近平下台的前奏。他预测习最晚会在2026年退下来，或者只担任象征性职务。史雷顿还特别提到，习近平的随护人员大幅减少，他本人甚至在5月底至6月初的2周内神秘失踪，至今原因不明，同时也从人民日报的版面上消失。等他再次亮相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外媒的观察是明显憔悴，身边的随护阵仗也明显缩水，而幕后真正在操盘这一切的，正是那个曾经被他架走的胡锦涛。2025年5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出席第9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信号，因为沈月月在20大后也是被踢进政协坐冷板凳的团派人物。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沈月月的出头是团派开始回归的表现。最戏剧化的是5月中旬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海外多个独立爆料管道的消息，中共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元老、大批老干部能出席的都到会了。会议焦点就是一个要不要废习。会上张又侠发表了长达30分钟的汇报，据称会议达成初步共识，4中全会将改为人事会议，除了确定下届中委名单中团派占1/3外，更将讨论7常委班子的重组，习的权力将被明确划分。这个消息当时把很多人都震惊到了，因为这等于是元老们用集体意志在习近平头上画了一条红线。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在海外 X 平台也发文透露，他从朋友处获悉，中共中央于5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重点讨论的是习近平该不该退，是全退还是半退。此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还需要在4中全会上进行表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4中全会公报出来之后，虽然表面看上去习依然在位，可是实质上他的权力已经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现在我们再回到胡春华这条线，胡春华这个人是胡锦涛亲手培养的第6代接班人，号称小胡锦涛。他1963年4月出生，湖北五峰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他的仕途起点是西藏，当年他作为一个北大的高材生，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西藏一待就是20多年，历任西藏林芝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西藏自治区团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河北省代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47岁就当上中央委员，51岁进政治局，是当年最被看好的未来总书记人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2022年那场20大之后，曾经有一个极其精辟的评论，说胡春华从胡锦涛养的隔代总书记接班人到59岁就被迫退居2线。胡春华和2017年就被中纪委拿下的孙政才，都是习近平为了再次连任和提拔亲信的全斗牺牲品。可是2022年20大，习近平一刀就把他从政治局里踢了出去，连个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没给他，直接打发去政协当个副主席。胡春华在20大之后的处境非常尴尬，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冷冻人，每天出席一些植树、调研这类可有可无的活动，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标配效忠语一句不落地喊，生怕被扣帽子。他在政协任期内甚至连一次完整的工作报告都没有做过，每次公开讲话都是短短几句，内容高度格式化。可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情况悄悄起了变化。12月份，党媒突然密集地吹捧胡春华在西藏、内蒙古、广东的所谓政绩。12月15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文章，高调宣传拉萨、林芝、山南3地共荣，而这3地恰恰就是胡春华当年在西藏的全部任职地。12月18日，人民网又发了一篇茶香漫墨脱，金融活水浇开高原致富花，专门报道金融机构向墨脱茶企累计支付茶清款超过6000万元，带动8600余人就业。
而墨脱正是胡春华在西藏任林芝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时主抓的扶贫项目。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社媒上评论说，这就是在系统性的重写胡春华的领导能力，他的势头正在上升。姜峰在节目里说了一句狠话，如果胡春华已经是废人，没有银行敢给他的旧政绩书写，钱袋子倾斜，是最直观的政治风向。流亡澳洲的前中共官员蒋网正更是直接爆料，3个独立的消息来源都说2026年5中全会可能增补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并在21大进入常委，出任国务院第1副总理。可是故事到了2026年4月，突然又有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反转。4月3日，胡春华的老搭档，前广东省长、现任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被官宣正式落马。马兴瑞这个人跟胡春华的关系，在广东官场是众所周知的紧密。胡春华2012到2017年主政广东期间，马兴瑞就是他的副手，两个人配合得密不可分。马兴瑞后来升任新疆党委书记，新疆这个敏感位置的人事安排一直是观察中共高层动向的风向标。他在2026年4月的倒下，意味着胡春华在广东、新疆2条主要线路上的主要盟友几乎被一锅端。更吓人的是4月份的后续动作。4月2日，广东省东莞市原1级巡视员蔡家华被通报接受调查，而蔡家华在2010年到2013年曾以广东省原藏干部的身份担任西藏林芝县委书记，这位置胡春华当年就干过。4月12日，西藏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丁业宪被查。4月16日，西藏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肖传江被查。肖传江不仅与胡春华在西藏官场有交集，还是胡春华的湖北老乡。半个月之内，3个胡春华的旧部接连倒下，这在中共官场绝对不是巧合。于是，外界对胡春华的判断出现了2派完全相反的声音。一派认为，党媒突然吹捧胡春华的过往政绩，是在为他复出铺路。5中全会上，他将被补入政治局，甚至在21大进入常委，正式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这一派的论据是，只有反西联盟准备把胡春华扶上接班人宝座，才会用这种规格重写他的历史功绩。另一派则认为，胡春华的老部下接连被查，马兴瑞的落马很可能牵出胡春华本人，他的前秘书也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党媒对他的异常报道是抓捕前的铺垫。4月8日，全国政协第42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春华罕见地缺席了，而且官方没有给出任何原因说明。要知道，从2023年到2026年这4年间，胡春华只有2025年因出访非洲3国才缺席过类似活动，其他时间都是每场必到。这次无故缺席，立刻引爆了外界对他已经被调查的猜测。那么到底是扶正还是清洗呢？这就要看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究竟在5中全会之前达成了什么样的一笔交易。根据海外评论员姜峰、蔡胜坤等人的多方拼图，这笔交易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第一，习近平保留总书记的头衔到21大，也就是2027年下半年，但他必须在5中全会上交出人事提名权与部分军权，改由政治局集体决策。第二，胡锦涛作为元老集团的代表，要求在5中全会上恢复接班人机制，方式就是把胡春华重新补入政治局，同时增补张生民、陈小江、赵一德、冯飞4人，彻底打破西家军在政治局的多数优势。第三，彭丽媛这个一直被外界怀疑会被习近平扶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人选将被彻底否决，这等同于斩断了习近平搞家天下的最后念想。第四，对胡春华的旧部进行技术性清理，这是给习近平留的一块遮羞布，目的是让他在5中全会的公报里还能勉强保留反腐有力度的面子。换句话说，马兴瑞的落马以及那些胡春华旧部的被查，其实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胡春华本人未必会被清洗，但他进入政治局的代价，就是他在广东、西藏、内蒙古的那些老部下必须被牺牲掉一批。这也是中共高层斗争的一个基本逻辑。高层人物之间的博弈，往往是用双方的中层干部做交换筹码，让彼此都能对下面有一个交代。这笔交易还有一个外界往往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军权的重新分配。
根据解放军报在张幼霞落马后连发3天的社论，措辞极其严厉，指张幼霞和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这个用词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等同于把张幼霞定性为军中分裂势力的代表。之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与军委委员苗华落马后，中共军报2025年10月18日发表社论称，两人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发酵变异。而张幼霞这次的社论用词更为严厉，定性明显升级。可是，如果张幼霞真的是彻底的反西派，为什么会有民运领袖盛雪在社媒上爆料说，张幼霞是因为政变未遂被抓，把习近平吓得够呛？为什么北京第31集团军退役军官爆料说，抓捕张幼霞的现场疑似发生火拼，王晓红领导的公安部队压制了张幼霞的雪豹突击队警卫？为什么各集团军军长在事件之后拒绝表态支持习近平，军队呈现消极抵抗的状态？有爆料人甚至预计10天至半月内可能发生重大事件。答案只有一个，张幼霞的确动过手，而他之所以动手失败，不是因为他输给了习近平，而是因为他输给了胡锦涛与温家宝为首的元老联盟。张幼霞太急，想直接用军队接管，而元老们要的是一个更稳、更合法化、更少流血的过渡方案。于是张幼霞被牺牲掉了，她成了这盘棋里的弃子，换来的是整个军中西家军的彻底崩盘，以及张生民这个骑墙派的正式上位。这就是为什么西派会用反扑一词来形容张幼霞的倒台，但同时军中又全面出现了消极抵抗的局面。因为真正的赢家不是西，也不是张，而是坐在幕后不出声的胡锦涛。张幼霞自2012年中共18大之后进入中央军委，2017年19大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20大续任，在军中20多年的耕耘，让他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的陆军系统支持网络。2025年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访问北京时，特意会见张幼霞，显示美方已将其视为军方主要决策者之一。这种美方公开承认的地位，对习近平来说是极其刺眼的，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告中国的军权已经不在习的手里。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看懂为什么20届五中全会要定档在8月了。传统上，五中全会通常是每年10月左右召开，专门讨论5年规划。可是“15+5”规划的建议已经在2025年10月的4中全会上通过了。既然规划已经通过，那为什么还要单独再开一次五中全会？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点定在8月，而不是传统的10月？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这次五中全会的核心议程根本不是规划，而是人事。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把政治局的新人事格局彻底定下来，为21大的换届布局奠定基础。8月份召开五中全会，还有一个特别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北戴河。每年8月初，中共元老与现任政治局常委都会在北戴河聚会，闭门讨论重大人事议题。如果五中全会定在8月下旬，那么等于是把北戴河上元老们拍板的决定，用党章程序直接合法化。这就是为什么蒋网正的爆料里最早说是2026年1月5日，后来改口说是5月5日或6月6日，现在定档8月，背后反映的正是这场权力交易从分歧到达成的全过程。每一次时间推迟都意味着背后有一轮新的博弈，有一批新的条件被加进去。从1月5日到8月底，整整8个月的时间推迟，意味着元老们与西家军至少进行了5到6轮重大谈判，每一轮谈判都可能伴随着一位政治局委员或者军委成员的倒台。马兴瑞在4月3日倒下，很可能就是8月召开这个最终时间点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块拼图。当然，五中全会的议程不可能只有人事这一条线，在人事大洗牌的背后，还有一个同样重大的议题，那就是经济路线的大转弯。各位还记得吗？202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会议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之前，特别增加了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个新的提法，
这个变化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风向转变。过去10年，习近平主导的是所谓的以我为主、双循环、内循环这些强调闭环的经济思路，而现在新的提法强调的是如何应对国际经贸斗争，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严重恶化，必须重新思考对外开放的策略。这背后反映的是元老们对习近平过去10年经济路线的彻底反思与纠正。预计5中全会的公报里会有大段篇幅重新肯定改革开放，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去10年几乎消失的词汇，比如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的政治遗产，他们不会放过这次把这些词汇重新写回党的指导性文件的机会。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盘点，20届5中全会如果真的在8月召开，那么这次会议将会是中共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场政变式全会。会上最少会有4到5个政治局委员被增补，包括胡春华、张生民、陈小江、赵一德、冯飞忠的几位。马兴瑞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会被正式撤销，何卫东、苗华、李尚福、张又侠、刘振立这一批西家军军头的落马也会被写入公报。胡锦涛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组口号会被写进5中全会公报的核心段落，成为“15-5”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而习近平本人将从那个无所不管的领袖被降格为一个类似董事长的象征性职位，具体的行政决策权会被交给以李强为首的国务院系统，而军权则会由胡春华、张生民以及可能新晋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共同分担。这就是所谓的习近平向胡锦涛退让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反西派获得关键性胜利的真正含义。当然，这一切最终会不会如期发生，还有很多变数。第一个变数是习近平本人的态度，他会不会在最后关头反扑，就像他当年对付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那样，再来一次突然袭击。根据目前的情报，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军队已经不听他的，中办已经不听他的，连彭丽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名都被否决了，他手里能打的牌剩下的极其有限。第二个变数是胡锦涛本人的健康，这位老人家已经83岁了，如果在5中全会召开之前出现任何意外，整个反西联盟的核心就会崩塌，权力格局就会再次洗牌。温家宝也已经83岁，胡德平84岁，这批在幕后操盘的老人家没有一个年龄是低于80岁的，他们的身体状况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第三个变数是外部因素，特别是台海局势。如果美国在这段敏感时期突然做出某些强硬动作，比如高官访台或者军事部署调整，很可能会打乱整个中共内部的节奏，甚至让西家军有可乘之机，借口外部威胁来巩固内部权力。2026年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不会突然出现新的变化，也是影响北京内部博弈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展望，如果8月的5中全会按照目前外界掌握的议程顺利召开，那么紧接着在2027年下半年的中共21大上，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政治局常委班子，蔡奇大概率会退，丁薛祥可能转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希保留中纪委书记的位置，胡春华会正式进入常委，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下届总理的预备人选。张国清与刘国中可能新进常委，张国清接中纪委书记，刘国中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可能会接蔡奇的位子，宣传部长李书磊接政协主席。曾经被视为入常大热门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随着陈希精心栽培的清华帮被边缘化，入常几率已经微乎其微。曾经的接班人陈敏尔也无望入常，很大几率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而习近平本人即便还保留总书记头衔，实际上也只会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当然，这一切的猜测都是基于中共还有命到21大，世事变幻。马杜罗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哈梅内伊没料到自己真的去见真主了。从2026年到2027年将会发生什么变数，中南海那几位的命运如何，谁也不敢打包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20届五中全会定档2026年8月，不只是一个开会的日期，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以及另一个时代的序曲。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算起，到2026年8月这场五中全会，整整14年的所谓新时代，即将在这场罕见的人事大洗牌中划下一个提前的但并不圆满的句号。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这整整14年，会发现一个极其讽刺的历史规律：习近平当年是怎么上位的？是胡锦涛裸退，不留任何职务，干干净净地交出所有权力。他当时主动放弃了军委主席的过渡期，在2012年11月15日那一天，把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2个职务同时交给了习近平。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因为之前的邓小平、江泽民都搞过垂帘听政，都要保留一段时间的军委主席职务来平稳过渡。而胡锦涛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裸退先例，他把所有的权力一次性交给了习近平，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那一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当着媒体的面公开感谢胡锦涛，称赞胡锦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全世界都以为中共终于实现了和平的权力交接，终于走上了一条现代化治理的正轨。可是谁能想到10年之后的2022年10月22日，习近平会用那种方式回报胡锦涛。2个工作人员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把一个80岁的老人从他的位子上架走。那一幕不仅羞辱了胡锦涛个人，更是对整个中共党内规则的一次公开践踏。从那一天起，中共党内那个看不见的底线就被彻底撕碎了。而今天2026年的8月，历史将要再次转向。胡锦涛当年在20大上被架走的那一幕，曾经被全世界认为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可是4年过去了，历史给出了一个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那个看似被架走的老人，才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真正赢家。而那个看似不可一世的强人，正在用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为自己当年的傲慢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终极逻辑。所谓的强人政治，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强。真正的强，是懂得如何在规则之内，把对手一步步逼到墙角。胡锦涛做到了，而习近平没有做到。北京的8月会很热，而五中全会上的那场大戏，可能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还要精彩。让我们拭目以待。